呀？嗯？哼，这不是我丢的钱袋吗？便宜你小子！给他套上！没事吧？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你就是个小偷！我劝你识相点啊，坏了我们霸总的规矩，霸总不会放过你的。霸总啊，只要在蓬莱城，就得守他的规矩。我们霸总就是公道大王。公道大王啊！来吧。你干什么？你们不是要把我绑起来，带我去见你们霸宗吗？你去，给他绑上。我。快点儿！来吧，把我套上。啊？套上？去！啊！不偷鳏寡孤独，不欺老弱病残，这是规矩。记不住的就给我滚出蓬莱城！是。拉下去，下一个。老大来了。一个小姑娘家，何必大费周章？解开吧。哎，好，哎，松开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就是霸宗？不错。听说这儿都归你管？不错。那我倒是好奇了，你都管了，我家冥府管什么？你是官家的人。哼，不错。让他走。走，快点！什么意思啊？官家的人自有官家管，我不管。给我拉出去！哎，是。走。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刚才听你的兄弟们说，要想在这蓬莱的街面上行走，都得按你的规矩来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狄仁杰狄冥府来了。从此以后，蓬莱这上上下下归他管，你可以歇着。自古以来，官家是官家，江湖是江湖。江湖是江湖，可你别忘了，咱们头顶上还有王法。你手上的这江湖权，我得给我们狄冥府要回去。权力不是要回来，是挣回来的，得自己挣。那你说，怎么挣？一下酒，下酒！跟我蓉妹喝酒，找死吗？没想到冥府刚刚上任，就得空来我明月坊闲坐，曹安荣幸之至。如果是听到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？主事跟我说，正是娘子。月芳歌姬慎重，他想必是搞错了。不如
我把腾公的新作唱于冥府听。那不必了。冥府不喜欢腾公的诗作。男情女爱之事，非我所喜。没想到，冥府居然不解风月。腾公盛名之下，虽无子嗣，也无纳妾之意，对夫人银莲情深意重。他诗中所写所叹，也是与妻子白首相携的期盼。纵然是今上，也会为之动容，自以雅情二字。这些都不能让冥府感动。娘子消息通达，实不像一个偏居蓬莱的普通歌妓。冥府可知我籍贯何处？从前父亲在京里的时候，跟一个曹姓官员有过来往。18年前，因为铸造私币被抄了家的曹鹤仙。那荷包虽然旧了，却也绝非是寻常百姓可以得到之物。荷包边上的琉璃器，也非凡物。冥府果然好查案，明察秋毫，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我料定冥府是滨州人，因为我想听滨州小调，这是其一。那其二呢？我曾去过滨州，对那里的风貌人情有所见闻。这琵琶原配的拨子坏了，弹不出嘈嘈基音，就且唱一首《蓬莱幽语》吧。怎么了，和尚？哎，谁呀？谁？家主，快！家主！夫人，家主还有脉象，快先救家主！快先救家主啊！慢点儿，还跟上！哎，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我回书房守着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家主。郎君，喝药吧。我说不喝，才不喝！腾公，
冥府，藤干，求死来了！我来投案。家主，家主，这个。正面3刀，背面4刀，又是7刀，跟城外那个无名男士一样。那短剑可有人动过？我一直派人看管书房，你还不快进来？回冥府的话，回冥府，我一直在外守着，没人进来。这里摆放过一面屏风，冥府，癫狂梦醒柴胡功，相附青皮半木通。癫狂梦醒汤。腾宫疯癫，自何时而起？禀的，大概有半年时间。那墙边可是一直有一个4扇屏风？其实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，所以事发之后，家主便差我等把它搬到库房去了。屏风，不祥之物。正是这屏风邪祟，招厉鬼附身，才害家主杀死夫人的呀。冥府，请看。杨柳吐蕊，春日景色。书生伏案小睡，一女子入梦，青山绿野。这画的是书生夏日复考，然后是深秋时节，书生考取功名，披红归乡，恰与梦中女子相逢。这最后一幅应该是冬日期画。哎，为什么变成了杀妻血图啊？从前真不是这样的，
本应是佳偶相拥的图画，可不知因何缘故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变成这样？是。自何时而起5日之前。凶器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有人进入过凶案现场，行凶后翻墙逃逸。难道凶手另有其人？清明府判我死罪。哦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请将昨夜之事细细道来。昨夜暴雨，我在书房写作，怎料癫狂症发作，是我杀了他，一定是我杀了他。恳请明府切莫容情，判我死罪。唐公节哀。案情尚不明了，请恕我不能够结案论罪。滕公不妨先回房休息，李某自会将案子查个明明白白。判我死罪！粉末。之前有剪，握笔，死者指尖、耳中、发髻上皆有白色粉末。七刀，为何都是七刀？明府，没什么味儿啊。唐侃已经认了，癫狂症发作杀妻，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吧？那齐平为何无故变化？窗外留下的足迹，进入书房挪动尸体的人又是谁？这么多疑团都没有破解，就结案了？蝶儿姐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没少赢啊！这可都是我靠自己本事赢来的，合律合法，愿打愿挨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事儿呢已经了了。谁了的？立规矩的人。还赌吗？江湖权力不是儿戏，真要赌，咱们换个赌法。你还要赌什么？咱们就赌你们手头上的案子。狄仁杰要是真能把无名尸体的案子破了，查到真实元凶，那我这江湖就归他管了。可是他如果破不了，我也不图你们什么。咱们官家、江湖各不相犯。
赌了。如果你破了无名氏的案，那从此以后蓬莱县你说了算。不然呢？这儿有3颗铜头子，1颗头子我帮你们办一件事情。这方圆50里之内你可以打听，没人敢不给我面子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究人。谢了啊。等等，3颗头子只能办3件事，你可别给我偷奸耍滑。没什么不然啊，你可是狄仁杰啊，这案子你肯定能破，你得努力啊，怀英。哎，这赌来的钱呢，不算是脏钱，用这钱买来的靴子，自然也不算是赃物，这个可不脏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回屋换靴。马蓉啊，小狗啊，啥都好，就是爱吃屎。什么时候把这个毛病改了，小狗啥都好，啊？哎，狄仁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谢了。滕公悲伤过度，旧疾复发，好好休养才是。这些都无妨。冥府可知，我20多年前流连京畿之时，与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。令尊为人磊落，殷荣至今牢记于心的。当年我官拜右屯卫长史，叫做滕仲元。南雁白发悲，孤塞山岳林。天地常入夜，生死共长生。自父亲离开之后，这首诗一直常伴左右。今日得遇父亲故人，是怀阴之幸啊。只是不知滕公为何？不知为何，我从大漠孤烟转投风花雪月是吧？是银莲改变了我。自从我与他成婚，我便不愿再去碰触杀伐决断，所以改了名，只想做一个沉迷在温柔乡里书写情书的庸人。如今年过半百，唯愿与银莲共度余生，别无他求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被我亲手所毁。淮阴尚有一事不明，滕公为何一定要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？冥府，即便你不判我，老天也将判我。手刃爱妻，忘情负义，与其每日尽受煎熬，独活残生，不如早赴黄泉，在地下与银莲相见。诚恳求冥府，看在与令尊的交情上，判我死罪吧。诚恳谢过冥府了。滕公万万不可，淮阴既谋圣恩，自当依律行事。滕公也曾在朝为官，自当熟知唐律。依唐律，癫狂病人无伤人命，当从轻论处。滕公才名远播，
全县百姓上书请命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判您无罪啊！命苟存，心有死。有一事，淮阴还望腾公能够如实相告。你是想问那四七平的事儿吧？正是。那七平是我10多年前在殿中偶然看到，春、夏、秋、冬4幅气画，画中故事与我和银莲一般无二。梦中相见，露台相识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你说，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种种巧合，我认定这七平一定是我和银莲的独属之物，这才将它买回来。可谁曾想，就在前几日，这酒杯却变成了利剑，刺入了他的前胸。家主，我今天状态尚好，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亲自嘱托。夫人，我也说过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说，夫人说，夫人说。郎君，喝药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你喝。我说不喝，你还不喝？郎君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银莲，对不起。七平，四七平。郎君，郎君，你看，郎君怎么会这样？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有鬼！有鬼！家主被烈鬼附身了！家主！
当时我的疯癫之症已经越发加深，唯恐真如七平预言一般，把银莲杀死，所以让下人们把七平锁入库房。结果到头来，我还是失了心智。滕公，可认得此话中人？滕公与父亲相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家主交友甚广，我如何全都能记得啊？更何况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不过说起滕仲元的先祖，那倒是大有名气啊。说说。贞观13年，滕仲元的先祖官封剑南道魏军镇父，本来是仕途顺畅，结果没想到患了癫狂之症，夜间发作，拔刀闯营，一连杀了17名士卒，引起哗变。滕仲元的先祖问津谢罪。从方才的脉象看来，阴虚于下，阳亢于上，确实是癫狂症。这么说来，这病会传于子嗣？难道这就是滕仲元与银莲不育的缘由？银莲在出阁之前，家中也是姊妹4人，正如这屏上所绘的一样。你希望我是官还是匪？我说是，李涵他跑了。他一个身负刑具的逃犯，能跑得出你这戒备森严的采石场？杀了他！我放他！你为何这么做？有人用钱赎他出去。谁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一身长衣，头戴斗笠，黑纱照片，全程一言不发，只是拿钱，然后在名册上点了李翰的名字。我做的可是掉脑袋的勾当，不问对方底细，我也有好处，自然不会深究啊。你还是个惯犯。不，我是一时糊涂。什么时候走的？10日之前。不过他真的一直患有麻风病，此事绝非虚言。就算我不放过他，没有几日他也会死的。交代。你好自为之吧，事后会有人来处置你的。云府，你之前说过，李翰是因银莲的记恨而入刑，而李翰被放又在无名尸发现之前。如果这个无名尸真是徐凯，而且两个案件又有相似之处，那这个李翰因为记恨而杀人的动机就能坐实了。那保他出来的这个人，可能就是他的帮凶啊。最近长进不少啊。根据书画铺留下的粉末看来，告诉我们无名尸身份也是李翰。现在想来，银莲当时是出于恐惧，因为他当时就认出那个人就是李翰。回城之后去找一个乞丐，长发遮面，后不挡脸，因为麻风病而有残疾，形容特殊。既然形容特殊，就应该不难找。我是时候去
去见识一下银莲夫人的真容了。真容？马荣新认识这位霸宗大哥，好大的威风啊！乔娘子，狄明府来了。知道了。明府，让您久等了。不要紧。明府想必还未休息过吧？心绪烦乱，时难入睡。是为银莲夫人遇害一案吗？是。这个案子离奇复杂，这其中的男女情感纠葛，我到现在也没能够理清头绪，实在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原来明府不是来听曲儿的，难道是有求于我？我想你贯经风月之事见得多了，跟你聊聊，许能解我心中疑惑。这男女情爱，无非就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生记恨。其实这些情感，在唐宫的诗句里写得淋漓尽致，其柔媚缠绵，可比寻常女子的心思更要入木三分。这我还真没品出来。不如我为明府弹上几段吧。如此，有劳了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等狄仁杰啊。你能不能别老狄仁杰的，叫明府。咱现在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得懂规矩。大兄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跟红叔越来越像了？你上年纪了你。就你这野印啊，看谁敢要你。行，狄明府，我等狄明府，行了吧？那你别等了，一早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跟我这儿瞎套什么近乎？你干嘛去？红叔，少管我！我能不管你吗？你过来。过瘾，我们见见他们吧，真是让人担忧啊！都怎么样了？给我们见一见吧。狄老爷吗？明府，来，跟我来。明府，各位，今日就决定各位请回吧。哎呀，明府啊，您到的正是时候啊！其实家主已经将自己关在夫人房中整整1天了，又水米未进，我等正在犯愁。啊，是本宫与夫人并不同房。您有所不知，其实家主在作诗之时呢，往往是不分昼夜，恐怕会影响夫人的正常休息，所以一直分房而居。哦，就在这里。家主，
冥府来了。家主，冥府来了。我等等，这。 我在这里思念亡妻，不愿被人打扰，冥府久等了，怠慢无愧。这里没有外人，还是叫我淮阴吧。这是夫人的手笔，一浓一牵，正如其人。旧山虽在，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好诗啊！这些都是银莲留下的。 他受我影响，也喜好诗词风雅，偶尔在我指点下写作，兴趣而已，尚不足以传世。见兰芝，则异香自来。此诗若是传颂出去，也是佳作。睹物思人，心绪难平。 唯有，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。冥府。 这首诗作，银莲生前曾托我修改，一直未能完成。如今已经改好，却已经来不及让他看见了。冥府，坐。 我在朝时，官拜右屯为长史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。去之后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冥府，你打算？ 何时将我判死？滕公，可曾听过李翰？李翰，这名字耳生，不曾听说。夫人平日出府，中意去哪儿？我平日只知闭门写作，并不知道银莲有何去处啊。在夫人未出阁之前，曾被李翰追求，因误其滋扰。 夫人诬了他个强盗之罪，让他蒙冤入刑。可就在数日之前，李翰被人赎出，因为被夫人冤枉，平白受苦，对夫人的恨意可想而知。就在那日，夫人遇害当天，滕公因癫狂症发作，迷失了心智，
有人在书房中发现了厉鬼出没，恰好李翰就在府内。传言出现过的厉鬼，大概就是他。所以，此案他才是最大的凶嫌。怎么说？是这个李翰害死了银莲？那个将他赎出之人同样罪大恶极，那个人是谁？找到李翰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多谢冥府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家主每逢作诗之时呢，都是闭门不出，所以其他人也不敢打扰。我家夫人闲来无事，就会回娘家探望她的阿紫。两家呢也不知赖二娘子上一次与银莲夫人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我与银莲交恶，素不往来。他的阿紫指的可是赖二娘子。是位老姑娘了，一直未嫁，怪可怜的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了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自那日你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之后，我便发誓与你再不相见。毕竟是姐妹血亲，哪有真隔夜的仇？有理。冥府慢走。关门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霸宗的头子用的不错吧？还行吧。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帮我再去跟你那个朋友打听打听了。一般这城中女子与情人私会，都会去哪儿啊？这个不用问，他已经告诉过我了。他为什么告诉你这个？这你不用管啊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这雨终于停了，可不是吗？红杉木做的。小时候在长安，有一户人家，千里迢迢从剑南道运了一棵，种在自家院子里，又高又绿，可老远就能看到。天地入长夜，生死两茫茫。第一次做，要是不趁手，我再改。做得很好，不必改了。谢过冥府。王兄，怎么在这儿碰我啊？
风雨太大了，这点风浪算什么？当年老子远征辽东，比小山沟的大浪都见过，你小子不会有诈吧？放心，这场航线我王立德跑了10几趟了，相信驶得万年船。其他的兄弟呢？我让他们回去休息了。行啊，我去瞧瞧。내가 들어가 숨어 있으라고 했잖아. 배가 아파서 그랬어. 내가 이 배는 정말 무섭다고 말하지 않았나? 선원들이 모두 칼을 차고 있는 걸 보면 분명 그 도적들이네. 아니 알겠는데 만에 하나 이 선원들이 내가 자네를 다니고 이 배에 탄 걸 알게 된다면 분명 자네 모가지를 베어버릴 걸세. 아 버리자. 알겠어. 자, 이걸로 해결하시고, 이걸 해결하시게.兄弟，醒醒！兄弟，王立德，公闹相验，本必大风势。意思是，我忘了，这是孝敬刘中士。白凯，你们顾船主准备了不少好东西啊。刘中使远道从京城来替金上采办，听说他还是皇后的亲信，咱得招呼好了。是。但是你们平时对本官吝啬的很嘛，拿一些毛皮人参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意思是说笑了，你是掌管码头的市舶使。顾船主家的哪船货物进港敢忘记打点？你意思是啊？再者，我还听闻刘中使此次来意不善，咱把他伺候好了，以后大家才有钱赚，是不是？也是，也是。怀英，快使！
京城一别有1年多了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在悲欢亭外为你送行，亭外一片落花，真是令人惆怅。那个时候我便在想，何时何月何年何地，才能与你重逢啊？我在这海域边地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你瘦了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皇后当朝，很多官员不是被降职，就是被废除，我也不例外。不听。说刑部有人陪着刘忠史来蓬莱，我当时就想，这要是你该多好！居然是我，本来想的，陪刘忠史赴完晚宴再来找你，怎么在这里就碰到你了？我是来这儿堵一个叫顾梦斌的船东，因为一个小案子，我传唤了他3日，他都避而不见。顾梦斌，这么巧，今天晚上做东的就是他。顾船主到。大兄，你看那边，这顾家的阵仗也太大了。他是蓬莱最大的船主，这港口进进出出上百条船都是他的，他的船能开到倭国跟百济国呢。你们几个先去收拾一下。快！下说。意思是，哎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拿走了？意思是，今天晚上在刘忠史面前，绝对不能提黄金，尤其不能提百济金几个字。他们往帐篷里运人呢，看不见呀，肯定是什么宝贝。小民冒昧得知，忠史入宫侍候金上和皇后之前是在海边长大的，便斗胆将这宴席设在此处，愿忠史开怀一醉。听说顾船主心思缜密，看来本官的底细早已被你摸得一清二楚啊。小民不敢。忠史。下官在市舶使，主管海外进来的货物。不知刘忠史此次来，要采购点什么？这要看蓬莱有什么了。啊，都是些微薄之物，恐怕入不了金上和皇后的眼。下官请刘忠史先过目。我是个粗人，平生呢只好2样物事，一呢是听个曲儿，2是黄金。忠史说笑了，蓬莱不产此物啊。但是歌妓顾船主已经为您准备好，就在外面，就在外面。顾船主啊，还给您准备了一些薄礼，希望忠史笑纳。
等等，什么人啊？不长眼啊！狄明府不认得。小的有眼无珠，请明府恕罪。明府，之前就是这个叫白凯的衙人，我找顾传主，他从中百般阻挠。哎，一定是误会，小的怎敢？都站好了啊！别急了，别急了。乔娘子，狄明府，并刘中使，蓬莱县令狄仁杰求见。这是师伯使给刘中使的接风宴，让他来作何？听说这狄仁杰和侯府郎是旧相识啊。回中使，在下与狄仁杰确实有同窗之谊。我还听说，连皇后都对他颇为赏识啊。是，不过在下看来，他生性好动，在京城赠贤不闻暗读，奉皇后之命，在蓬莱施展权巧。请狄明府。是。有请狄明府。慢点跑。下官狄仁杰见过刘中使。侯府郎，意思是？师伯使是五品官，比七品县令高啊。坐。听说狄明府生性好动，这黑夜前来，不是为了蹭口酒吧？刘中使自京城来，下官有事远迎，以示失礼。哎，不要说这些客套话，我是个粗人，想必狄明府是为了公事而来吧？侯府郎把你捧上了天，我倒是好奇了。哎，没见过县令断案。如果你有公事，就在这里办，让本官看看。下官从命。刘中使，咱们还是先听个曲儿吧。祭乐入。有劳曹娘子。此画中人叫王内德，据说是顾传主手下的一个衙人，负责转运海外货物。狄明府，我早就跟你派来的人说过，我手下没这个衙人。哎，娘子，给刘中使弹一曲。娘子怀里这面鼓，倒是很特别嘛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在下乔泰，请问娘子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玉素。听口音， 저는 백제국 사람이에요. 哦，差爷莫管闲事。我跟玉素娘子说话，与你何干？不巧，今晚这里的歌妓我们全包了。有钱了不起啊！我干。你跟班的了不起啊！你给我等着！
数日前，衙门公差接到举报，说有间租铺逾期没有交租。经查，便是此画中人于数月前出海，原定上月返回，却迟迟未归。于是，本官便差人去找顾船主核实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哎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士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哎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士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我大唐军中墨刀，淬火金两，锐不可当，依唐律，不得私藏倒卖。可经屋主证实，8年来有多批货物进出，本官查出的这一批，就有墨刀100把，幅员弩80副。顾船主，我想请问你，一个衙人倒腾这么大笔的武器，可以销往何处呢？既然说王立德出海，狄明府就应该出海捉拿便是，何必跑来扫中使的雅兴？在下已经说过了，从未雇过这么一号衙人。哎，顾船主，狄明府说你雇了那个衙人，这证据何在啊？娘子，别听。意思是，根据市舶使的告示，上月出入本港的顾家船只有15艘，码头上有个油灰铺子，依据他们的账簿显示，上月购买油灰的顾家船只有足足20余艘。油灰，防水止漏。正是。这说明顾家的船有明船也有暗船，这衙人恐怕也是有明有暗。狄明府，码头归我市舶使管，每一条船收1成的税。你说有明有暗，是告我失职喽？狄明府说王立德效力于顾某的船，又说船不在市舶使的告示上，那岂不是成了鬼船？顾船主，如果你手下的衙人贩卖刀弩，那可是谋反。小人冤枉，请中使明鉴。意思是，狄明府说市舶使漏税，这非同小可，待下官回去好好查查。本官初到蓬莱，有些困倦了。我看这件事，不如从长计议吧。中使，此案事关重大，可否请顾船主留下，容我问个清楚？听狄明府的意思是怕本官护佑他二人。不敢。兄，你快看！疯子，别动！别动！天家兄弟，咱们干什么？天家兄弟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不会！明府，明府，救命啊！明府！明府救命啊！住手！明府，都别急了，狄明府，你的人。二人确实是咸阳公差。那这些是？这些是顾船主。狄仁杰，
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，要诬陷本官受贿吗？下官绝无此意。旁人退下。狄仁杰，接旨。皇后懿旨。狄仁杰，据查，近日有100骑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，扰乱市集，图谋不轨。限你1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有艘船，看那边！看那边，船过来了！你看那边，船上好像没人，这是鬼船吧？走过去看看。越来越近了。船上好像没有人啊！真的没人！鬼船！这是鬼船！奇怪呀！这船快掉过来了！送仔细了，这边没有。这个箱子来了，那给我仔细的找，把那箱子都给我拆开，到底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刘中使奉旨办案，昨天晚上，摆明了就是想敲顾船主和义思使一笔，转足他俩的好处。你可倒把他的好事给坏了。昨晚真是意外，我疯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小心行事。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朝中官吏但凡被怀疑，轻则降职，重则流放。你不能再惹事了，这不是你意气风发成本事的时候。知道了。义思使，可查到了什么？刘中使，下官来了，下官来了。回禀刘中使，这条船诡异的很，确实是条鬼船。有这等怪事？船舱查了吗？看了，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，住的用具也都在。不妨
伙房里面还有米和面。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，杀了船员，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但是刀痕、剑痕都没有，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一起跳海了？那船上的货物呢？就是些毛皮、草药，不值几个钱。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儿运来的？那就难说了。讲。漠河国、百济、新罗、丹罗国、倭国都产这些东西。看这船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大唐海船。我自幼在海边长大，这骗不了我。回中使，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怪了，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，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啊？啊！来来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你们看看，这识得吗？这就是2个金子。可有什么区别？一粒是沙金，一粒是百济金。狄明府好眼力。沙金产自河流，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。另一粒色泽细腻，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百济有矿脉，其金子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使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请让本官上船勘验。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？侯夫郎，你以为呢？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也可以挫一挫我这位同窗的锐气。谢刘中使，侯夫郎。皇后叫你查走私，意思是和顾川主明明都知道百济金，却在那儿装傻充愣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逞强出头。刘中使是带着密旨来的，这边没有，我能躲得掉吗？这个箱子来了，那边看一看，把这个打开。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刘伯，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种滚木是船上用来移动重物用的。你看，原来也许就挂在那儿，被砍断了之后，砸下来，滚到了那儿。之前就放在这儿，都记下来。